歡迎收聽。今天我們要跟你一起深入探索的是聖嚴法師講解《華嚴經進行品》裡頭的一段內容哦。如果你剛開始接觸佛法，想要搞懂一些基本但又很關鍵的概念，那這次的討論就蠻適合你的。我們會聊到佛法是怎麼看我們的身心世界，像是五蘊啊、18界這些，然後也會談談事情是怎麼運作的，那個緣起法則，還有眾生輪迴的範圍，就是三界。最後會特別看看三個很實用的修行方法：空、無相、無作，也就是三解脫門。好，那我們就開始吧。好，那一開始法師就提到幾個名詞，五蘊、18界、12入。聽起來有點學術，但他們好像是佛法用來分析我們自己，還有就是說周遭世界的基本工具，是嗎？那個五蘊到底是指什麼啊？沒錯，五蘊哦，你可以簡單想成就是構成你每一刻經驗的5個部分啦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也就是你看見的、聽見的色，你的感覺苦啊、樂啊這些受，你腦袋裡的想法想，驅動你去做事的那個念頭行，還有就是你那個知道清楚的心識，這些再加上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這6根嘛，還有他們接觸的色聲香味觸法這6塵，以及產生的6種認識作用6識，合起來叫18界。基本上就把我們所有的身心活動跟認識範圍都包進去了。哇，這樣拆開來看，好像那個我跟世界就沒那麼固定了。那這些部分是怎麼動起來的？這就要講到緣起了嗎？對，正是如此。這裡最核心的觀念就是緣起，意思就是說，沒有什麼東西是自己單獨存在的啦。一切的現象都是靠很多條件，就是因緣合在一起才出現的。那個條件變了，現象也會跟着變或者消失。就像做個蛋糕好了，要有麵粉、糖這些材料因，也有溫度、時間這些配合緣，才烤得出來果。少一樣，結果就不一樣了，對不對？對。理解這個，就能感覺到一切都是無常的，一直在變，也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我在裡面，就是無我。懂這個是從煩惱痛苦裡解脫出來的基礎哦。那當我們看到原來大家都是因為不懂這個道理在受苦，可能很自然的就會想幫忙，那個菩提心就可能出來了。原來是這樣。從身體心理的組成講到運作的法則啊。那眾生輪迴的三界又是什麼概念呢？是我們活動的地圖嗎？可以這麼理解，三界、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是代表還沒解脫的眾生，因為那個慾望執着程度不一樣，而在不同的生命層次裡生死流轉。但了解三界的重點其實不是說要追求逃到哪裡去不是逃跑。對啊，而是要看清楚，不管在哪一界，生命的本質其實都是無常、無我，都是空的。能夠這樣看透，放下執着，就算你身體還在裡面，心境上就等於出三界了。這個是菩薩的智慧境界。了解。那接着法師也提到時間，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。他引用《金剛經》說：“三心不可得。”這要怎麼理解？是說時間抓不住嗎？是这個有2層意思了。從慈悲度眾來看，菩薩知道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一直都有好多好多眾生需要幫忙，也有好多佛正在成就，所以要很精進。但從智慧的角度看呢，過去已經過去了嘛，未來還沒來，現在這一秒又立刻變成過去了。我們的心念根本抓不住任何一個固定的時間點。時間是很相對的，如果沒有煩惱執着，那個被時間卡住的感覺，其實也就不存在了。所以不要太執着哪個時間點發生了什麼好事壞事。好了，接下來這個部分我覺得很有意思。法師特別強調三解脫門：空、無相、無作。他說這是通往大解脫、大自在的關鍵。這個空常常讓人誤會，它到底是什麼意思啊？不是什麼都沒有吧？對，這很重要。空絕對不是說什麼都沒有，
不是虛無。法師解釋說，它指的是沒有煩惱的執着心，尤其是那個很固執的自我中心。外在的東西現象都還在啊，可是我們的心不會被它綁死。他舉那個企業家的例子，我覺得很棒。對，那個例子很有趣。事業做那麼大，卻說錢不是他的，是幫社會經營，最後都要還給社會，連自己的後事都看得很開。這種有但是不執着的心態，就是一種空的智慧。法師還給了2個蠻實用的安心口訣可以練習。關於少欲的是想要的很多，需要的不多；能要的不多，需要的不重要。還有一個關於知足的，有多也知足，少亦知足，無也知足。知足常樂這句話我們常聽，但這樣會不會讓人不想努力啦？這個就是一個關鍵的區別了。知足不是要你躺平不進步哦。特別是在增長智慧、累積福報、修行上面，還是要很努力的。重點是那個心態，不管結果是成功還是失敗，環境是好還是壞，心裡都能平靜快樂。成功了就感謝很多很多的因緣幫忙，失敗了就感謝學到的經驗。能這樣體會到，原來一切現象的本質是空的，不管順境逆境都能安然自在，這本身就是最幸運、最快樂的事了，對不對？有道理。那第2個門無相呢？是說沒有樣子嗎？無相是說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樣貌或標準了，就是無定相。所有的人事物的狀態啊、價值啊、意義啊，都會因為看的人不同，環境、時間、條件改變而改變。法師舉例說，兒童合唱團長大了就變成人合唱團了。同一個人健康的時候是健康相，生病了就變病相了。沒有一個永遠的兒童團相或健康相。是這個意思。所以佛法講無相，就是要提醒我們對任何現象，不管是心裡的念頭、社會的看法，還是大自然的變化，都不要執着說它是永遠不變、實實在在的。因為一切都在變嘛，無常，所以他們沒有固定的自己，無我，本質上也就是空的。能看透這個變來變去的無常相，就能懂無相了。了解。那最後一個無作，有時候也叫無願，這聽起來有點奇怪。修行不是要做很多事嗎？怎麼會無作？無作有好幾層意思。第一，這個世界不是某個神創造的，也沒有什麼東西是被創造出來後就永遠不變的。眾生會因為自己的行為造業得到結果受報，但這個過程本身也是一直流動變化，緣起緣滅。第二，從修行者，特別是佛菩薩的角度來看，他們幫助眾生是出於很自然的慈悲跟智慧，心裡沒有那個我正在度眾生，這些人都是我度的那種自我中心的想法。法師有分享他自己的經驗啊，有人稱讚他的書幫了很多人，他聽的當下當然有點高興，但馬上就轉念一想，真正幫到人的是佛法本身吧？是幫忙印書流通的那些團體呀，更是讀者自己願意學、願意做啊。他自己其實好像什麼也沒做。這種不把功勞攬在自己身上，不執着於作者或作為的心境，就是趨近於無作。這對我們是個很好的提醒。想想看，我們怎麼看待自己的付出跟成就，學習那份無私跟自在。好啦，今天我們這樣一起探索下來，從構成身心世界的五蘊18界，談到萬物運作的緣起法則，還有眾生輪迴的3界，以及非常關鍵的3解脫門：空、無相、無作。這趟聽下來，對你來說帶來了什麼樣的啟發呢？簡單說，這些概念提供了一套方法，讓我們去看世界，看自己的心，幫助我們放下一些不必要的執着跟痛苦，然後能升起智慧跟慈悲心。或許今天呢，你可以試着在生活中找一個小小的點來練習看看，比如試試哈法師說的知足，感覺一下，不管現在擁有多少，都試着去感受那份滿足，或者觀察一下身邊的人事物，看看他們是怎麼樣不斷在變化的，無常無相。觀察這些，
會不會讓你的感覺或想法，悄悄的有點不一樣呢？這次的探索只是一個開始啦，裡面的智慧其實是值得你一直去玩味、去深入的。